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来看的是解放军空军最近又宣布新武器的发展进程啊，这是由成飞，就是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所研制的歼36，最新传出有2架原型机首度进行编队飞行，而这2架原型机的尾喷口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1架的尾喷口呢是埋入式这个沟槽喷口，另外1架则是设计为2元矢量喷口。另外，解放军空军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一个主题微电影，叫《梦远》。那其中呢，备受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国产无人机，代号是 GJ11，正式被命名为玄龙。它也进入了解放军的装备阵容，成为大陆首款服役的隐形无人机。我先请教将军的是，在机尾喷口上的明显差异啊，它主要是跟什么有关？是动力应该是跟引擎有关，但这个尾翼的这个喷口，它本来的时候它是进行了气动力优化，你看它引擎它没有垂直尾翼，它是个扁平的，你这样看哦，它就把这个垂直尾翼的把它省略掉，然后也引擎优化，因为你没有垂直尾翼的状况之下，我们知道所有逆中战机都是斜垂直尾，你看没有垂直，对，就只垂90度的，有90度逆中效果变差。都是斜的，那有这方面的困扰，我整个都不要了，我通通放在边边，在翼尖放在翼尖这个样子，它是这样子，那就变成我讲到的，这是气动力优化。它第二个优化是什么呢？推力优化。推力优化为什么要向量喷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攻角飞行哦，你速度越快的时候，它攻角会越低，会这个样；你速度越慢的飞机是这样子。那我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的喷口喷出的气体的角度永远不会变，都是向下喷，但是不一样。我这个向量喷嘴会针对我的攻角来调整我的喷口的位置。哇，这样子变成推力最优化。在电脑经过换算，我这个就自动调整，不是人控制，是我们讲的线控制，电脑控制，那就变成推力优化。推力优化它因为它这个我们讲的歼36是全世界第一款3个发动机的歼击机啊，战斗机啊。以前都是就双发动机或单发动机了，没有3个发动机，因为它背上还有，所以这可以增加在空中的缠斗力。这个我们可以讲增加空中的速度，还有我们讲的节油，就是说我的航程会变远，我可能可以到达4000公里、5000公里，我可以做长程的这种攻击，或者是渗透轰炸。为什么？因为我优化了，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它这个歼36是在这2方面，还包括了逆中，包含推力。还有气动力，还有包括逆中，对，3个优化。那将军怎么看 GJ11？这个就是攻击11。那攻击11，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初级量产，因为它现在已经有8架了，2025年才完成8架，初级量产完毕就准备列入作战序列，所以大家对攻击11开始很关注了。那海军也有，海军叫做攻击21，也是同样的。那攻击11的话。它大概它的特色在哪里？因为它整个飞机的长度12.2公尺，但是它的翼展14.4公尺。哎呦，我认为它这样的比例刚好对这个无人机来看，还对逆中来看的话，这个大小是刚好的。然后这个它在哪里呢？将来的时候做踹门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还有2个弹舱分开的，2个弹舱跟4个挂架，那我就2乘4等于8个挂弹，8挂那个你挂那么多干嘛？我好踹门啊！那为什么要派你踹门？因为你你逆中又没人，那换句话说，我只是装备损失啊。对，震动轰炸这个实施完毕之后，踹门完毕之后，可能后面的歼16也好，或者它的这个苏凯3洞下去做攻击。了解。他把那你踹门踹什么门啊？踹瞎，打雷达，打通讯站。雷达一打坏之后，追踪雷达、所有雷达都打掉了，没有了。那这样的话，那后面的进去的话，人家瞎子啊，你就可以进去如入无人之境，做一个我们讲的战场主角，或者是密支支援作战就可以了。所以攻击11它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空军做完了，那海军要用啊。所以海军只是这个结构，为什么？因为它要上航母，所以它结了起落架强化，另外一个抓了那个我们叫做捕捉钩。他好像就刮那个。就除了飞机之外，哈，现在除了飞机的试飞，哈，我们要来聊的是说，歼36就是我们刚刚说密集试飞。另外呢，成飞也在规划建设就空天装配基地，预计要投资4.22亿人民币，然后呢，新征收机场周边工业用地有200多亩啊，建设一个空天装备的装配厂房。这个新的厂房将会用来作为浩龙这个货运航天飞机一些空天装备的研制生产基础。
而浩龙呢是大陆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可以重复使用货运航天飞机，是由成飞设计研制的，特别为商业的航天空间站，就是太空站呢，低成本的运输系统而打造。所以现在中国的2大飞机的厂商啊，包括了成飞也好，沈飞啊，因为沈飞去年也在打造27万平方公尺的新厂房，拼命的扩厂。那背后我们怎么解读中国航太业的一些信号？好，我们先讲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呢，全球最大制造强国就是美国，现在是中国。那么过去的美国呢，一天可以制造非常多在军事上这个可是用途的，不管是炮弹、坦克、飞机等等。现在呢，他们说他们一年可能做不到几艘船，而中国人一天可以做到很几艘，甚至有人在调侃说，美国利用同样的时间，终于做出了一个比如舰艇或者飞机的时候，中国呢已经做出了一个可以创造非常多飞机的一个船坞，这个船坞或者一个飞机场，诸如此类的。我的意思是说啊，那个在中国制造2025，就是2015写的里面，这样工业化、资讯化到最后10大领域的时候，第一个叫做新一代讯息，也就是5G 要跳到4G 要跳到5G、6G， 是，所以中兴、华为出了问题，被这个晶片制压。最后呢，它第二个这很重要，叫做他们的航太要推升向前。那航太就是包括这些，包括当然嫦娥登月等等哈，这个很重要。也就是成飞、沈飞是大陆2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这个制造飞机的基地，不管商用、军用，尤其是军用，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那个5G、6G，现在还有战机叫5代机、6代战机啊。我们知道现在5代战机，不管是美国 F-35、中国的歼-22，打来打去，不管较量谁高谁低，即便是全世界认为 F-35最强，但是中国歼-22也不一定输啊。但是中国已经密集在试飞歼-36，这是成都的成飞，这个试飞呢已经成功，而美国呢最少在很多的报道是最少3-4年，他现在要预计在2028年去才有办法去试飞，我觉得他们缓不济急了。而沈阳一样的，你看他做的这个空天装备的这个装备基地，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还在做飞机，他已经把整个基地要越做越完整，以后啊后勤就变得非常重要。你今天打掉一架，他马上再制造2-3架，而对方可能打掉一架，可能好久才能再制造一架。所以后勤中国会越做越强，那么当然沈飞也是一样，沈飞也有第6代战机哦，歼-50也会摇摇欲出啊。你知道美国的这个第6代战机是由波音这个 F-47做的，它的厂房设备已经很难再往上突破，所以未来你就知道这个你说是什么讯息呢？就是中国基本上在秀 muscle， 它把它过去隐形的 implicit 的一种我们在慢慢练身体，现在已经秀出来，告诉你很多东西你真的要小心，要注意到。我们的实力很多东西真的不可随便动摇。那我们不想打仗，但是真的要非打的时候，没有人会赢得过我们。也就是说呢，其实现在就已经在为庞大的后勤实力啊预做准备了哈。那这个张老师啊，我继续请教您，就是成飞研制浩龙啊，他们号称是能够重复运输设备到太空去支援相关的建设。那我们想到的就是美国的 SpaceX 也是啊，不断在测试这个可重复使用而且回收的火箭嘛哈。那未来成飞的这个浩龙会如何去改写整个太空产业、全球的太空产业的市场呢？好，那其实这个 SpaceX 当然大家想到第一个就是它第一性原理，就是把以前你发射成本最高的这个东西，以前都是一次性的，我现在把它变成可以重复回收再利用、重复来做这个部分。那所以呢，可是如同我们这边所知道的，以往都只有这个美国这边 SpaceX 可以做。那但是呢，现在如果中国的这个成飞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服务，因为它其实这边有提到是商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商业的一个提供这样的一个商业服务，是，所以其实来讲，我们就可以预期到是说，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它就有可能可以提供类似像 SpaceX 这样，就是可以重复性的，那整体的，我今天不管是所谓在筹这个运送卫星。因为像现在这个大家提到所谓这个低轨卫星 LEO 的这个部分来讲，也是 SpaceX 它现在的发射量是全世界最大最高的这个部分。对，那所以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许这个中国大陆它也可以提供它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服务，对于它航太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科技的这个部分，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不是只有你美国可以有办法做这个事情而已，我中国现在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我们又必须因为其实这个是它的发展方向嘛。那接下来大家要看的事情是，我今天可以重复，那到底我可以重复几次？那我整体的一次发射的成本总 total 算起来，
这样的一个成本能够跟真正 SpaceX 这个部分相比较差多少？因为这个目前还未知。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后续要看的这个部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边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对，是。而且其实这就让我想到说，中国大陆的制造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刚刚我们特别讲到说，美国这边的 SpaceX， 那现在讲到的浩龙其实就是对标啊，尽量的去想办法说，我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而且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他们常常引以为傲的，就是 CP 值非常的高。是啊，特别还强调说，好的东西，然后呢，但是价格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廉、比较便宜、比较平价的哈，甚至是白菜价啊。未来如果在应用在商用领域的话，那这个白菜价都可以进太空的话，那真的是非常诱人的。是。那我要问的是说。不过回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未来的重复使用的运输设备上面，它的品质跟它的安全可能会是最重要的关键。这一点又怎么看？那其实因为这个部分来讲，就像我们如果同样在看当初 SpaceX 在开发这个所谓重复性的这个部分来看，它其实也是这中间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我们要看它接下来发展出来的这个可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包括是火箭啊，或者是整个回收的机构机制这个部分来讲，到底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要从它的规格或者是整体来看。那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事情是，在一开始。它绝对不可能像 SpaceX 现在可以提供这么多，我一次可以几十颗、几百颗的这个小地方的这个卫星上去，然后同时就直接部署。那这个是目前像我想这个是也不可能直接一触即成哦，但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它的这个方向是就真的是在秀它的 muscle 出来，而且可以感受到中国大陆强大的企图心。是好，等一下回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一岛链。要打造所谓的飞弹防御网或者是攻击网，怎么看？马上回来。